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一期视频，我们将探访位于纽约市皇后区的一条废弃的铁路线——长岛铁路洛克威海滩支线。洛克威海滩支线始建于1880年8月，当时被称作纽约、伍德黑文及洛克威铁路。1904年，这条铁路被正式归给长岛铁路管理，称为洛克威海滩分部。1910年6月，该铁路被延伸至长岛铁路主线上的 Whiteport Junction。之后洛克威海滩线的列车可直通运营至位于曼哈顿这边西法尼亚车站。然而，由于牙买加湾路段火灾频发，尤其是1950年5月的一场大火后，长岛铁路决定废弃臭氧公园以南路段。该路段被纽约市政府购买并改造成地铁，也就是后来的 IND 洛克威线，由 A 车和洛克威公园接驳线提供服务。关于纽约地铁的路线和服务的区别，在上一期视频中有详细解答，这里就不过多赘述了。地铁服务于1956年6月26日开通，长岛铁路则继续运营雷戈公园至臭氧公园段。然而线路客流量较低，周末服务于1957年结束，而到了1959年，每个工作日只有一对列车行驶洛克威支线。该线服务于1962年6月8日终止，之后一直处于废弃状态。虽然这条铁路已经废弃超过半个世纪了，但是还是能找到不少遗迹的。我们的探索从地铁上开始。如果你乘坐 A 车从洛克威往曼哈顿方向，在列车到达洛克威大道前观察列车右侧车窗外，可以看到已经废弃的洛克威支线。在洛克威大道站出站，沿自由大道行至99街，你可以清晰看见洛克威支线废弃的高架。继续向北走，就来到了臭氧公园站的位置。臭氧公园站，英文名 Ozone Park， 开通于1884年，位于19街和101大道交汇处。站在街上仰望，依旧可以看到该站废弃的站台。离开 Ozone Park， 我继续沿这废弃的铁路向北行进来，到了达西洋大道。这里是 Woodhaven Junction 站的遗址。Woodhaven Junction 站是长岛铁路洛克威海滩支线和大西洋支线的交汇站。大西洋支线现今依旧从这下方经过，只是车站也废弃了。洛克威海滩支线上的车站开通于1881年。从街上望去，站台和护栏依旧清晰可见。在这里，我还找到了曾经用于通往站台的楼梯，也就是该站过去的出入口。下一站，我们来到牙买加大道，这里是洛克威支线 Brooklyn Manor 站的旧址，上方则是 BMT 牙买加线的高架。这一站给人留下的遗迹不多，但是如果拿老照片对比，可以看出站房过去在什么位置。Brooklyn Manor 站是在1911年1月才开通的，因为它是用于取代离这不远的 Brooklyn Hills 站的。Brooklyn Hills 站位于莫特尔大道南侧，开通于1882年，它于1911年1月拆除，被前面介绍的 Brooklyn Manor 站取代。由于关闭时间超过1个世纪，这站留下的遗迹就更少了。但是这一段可以看到过去洛克威支线走过的铁轨。接下来我们来到位于大都会大道的 Parkside 站。Parkside 站开通于1927年9月15日，原名 Glendale 站，同年改名 Parkside 站。我有一张老照片，可以看到站房位于路的另外一面。我来到马路对面观察，这个停车场就是连接站房的楼梯的大致位置。转眼我们就来到本期废线探秘的最后一站，位于弗利特街的 Matlock 站。Matlock 站是一座短命的车站，1910年开通，1913年关闭，也有说法称存活到了1920年代。资料还显示本站并不对乘客开放，可能是用于职工乘降的车站。这一站由于年代久远，也是没有多少遗迹可以追寻的。在 Matlock 站之后，洛克威海滩支线就汇入长岛铁路主线了。
由于是正在运营的铁路，就无法徒步探索了。我们这一期的探索也就此告一段落。不知道大家是否希望我继续这样的废线探秘节目呢？如果喜欢，请记得一键三连哦。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